复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这一章我们要一起解读《道德经》的第47章：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我们常以为知识来源于经验，眼界来自远行，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，只有亲历才有资格谈论真实。然而老子在这一章中却提出了一种看似悖论的认识方式。他说，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有见天道。这种说法颠覆了我们对经验与知识的普遍理解，也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智慧，什么是有效的认知路径。他紧接着指出，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也就是说，人越是执着于向外奔走，越可能远离本质，外在的距离不一定换来内在的清明。你越是忙于向外探索，越可能丧失对整体脉络的感知。于是他总结出一种圣人的状态：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这段文字看似玄奥，但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道理：真正的认知并不依赖肉身的行动和感官的获取，而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内在感通。我们不妨先从自我修养的维度来解读。在当代社会，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焦虑从未停歇，信息的泛滥，节奏的加快，竞争的升级，使得多动多看多做成了一种几乎本能的反应。但这种反应很容易让人迷失。人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中翻看别人的生活，在资讯流中追逐热点事件，在职场里疲于奔命，在关系中反复试探，却极少有时间沉静下来，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不出户知天下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就显得异常珍贵。它不是鼓励封闭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若不能在心中建立起一种洞察世界的内在能力，哪怕走得再远，也只能是浮光掠影。一个人真正的见识，并不在于走过多少国家，见过多少风景，而在于他能否从生活的细节中，从人的日常行为中，从自己的情绪起伏中，体会出人性与世界的规律。这也正是不窥有见天道的核心所在。天道不是藏在外太空，也不是只有圣人才能悟得的神秘奥义。天道存在于万物的运行、情绪的波动、生命的律动中。一个人若不能放下对外界刺激的执念，便无法进入真正的观察之境。要知道，观察不是看得多，而是看得准；思考不是信息的堆砌，而是洞见的提炼。而从自我修养的角度来说，最需要修的就是这种从心而发的明觉。圣人之所以不行而知，是因为他的心已经合道合一。他不需要不断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否有价值，也不需要外界的反馈来确认自己是否正确。他所依赖的是一种沉潜的认知力，一种源自本体的洞察力，一种不被杂念扰动的定力。这种定力才是现代人最稀缺的资源。我们太容易被动机驱使而盲目行动，却很少停下来思考，我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，它是否真的有意义。也正是因为行动太多而思考太少，导致许多人的生活充满了忙碌感，却没有真正的方向感。于是每日奔波的不是生活，而是焦虑。让我们换个角度，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再来看这一章。我们所处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鼓励外向型行为的体系。从学校教育开始，我们就被训练如何竞争，如何获取，如何比较。绩效制度、升职路径都建构在做了什么和做得多不多的基础之上。这并非全然错误，因为社会确实需要行动者，需要组织者，需要实干家。但问题是，当这种外向型标准变成唯一标准时，人们就开始忽视内在的判断力和本真的价值追求。比如，很多企业的决策者在面临复杂局势时，
往往更依赖数据和趋势分析，而非真正深入的直觉与洞察。他们花费巨资聘请咨询机构，却不愿静下心来观察组织内部的生态。这种对形的依赖，其实是认知惰性的表现。老子所说的不行而知，并不是鼓励懒惰，而是在指出另一种更高效、更本质的认知路径。它不依赖外部手段，而依赖深度觉察。我们常说，战略家与战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，一个看的是全局，一个盯的是眼前。但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断放大战术层面的干，却弱化战略层面的察，那就会导致制度内部越来越多的重复劳动、资源浪费和短视行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倾向会渗透到文化中，变成一种集体认知。于是我们会看到，在社交平台上最流行的是干货，而不是思路；在企业管理中最受推崇的是执行力，而不是洞察力；在公共政策中最先启动的是行动计划，而不是价值评估。这正是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的真实写照。如果制度鼓励的始终是向外，那人们将永远无法建立向内的能力，而失去了向内的能力，也就失去了真正建立秩序、判断价值和调节复杂性的能力。这并非抽象的理论问题，而是真正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核心变量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在现实中实践不出户、知天下的智慧？首先，在自我修养的层面，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建立一种规律的静观机制。这并非冥想或修行，而是每天拿出一定时间去观察自己的思维模式、情绪波动、判断依据。在面对决策时，不是立刻动手，而是先停下来问一问：我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？这个判断基于什么前设？有没有可能我此刻的认知正被情绪操控？其次，在社会制度的层面，管理者与制度设计者需要逐步引入洞察维度的考量标准。例如，在人才考核中，除了看结果导向，还要观察其是否具备系统思考力、长线判断力与复杂问题的穿透力。在制度运行中，要有意让制度内部保留沉思的空间，比如通过定期审议机制、组织冥想日、策略静修等方式，为组织提供暂停而非涌动的节奏。这种节奏的切换，其实就是不行而知的现代版本。它并不是反对行动，而是在说，行动不应代替觉察，前进不应遮蔽反思，治理不应掩盖倾听。在一个浮躁与竞速的时代，这样的智慧反而更具稀缺性和建设性。最后，让我们再回到圣人3句总结：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这3句话并不是在描绘某种神秘的超能力，而是在表达一种深刻的认知状态。当一个人内在的秩序建立起来之后，他将不再依赖外部世界的牵引，他的知识从体验中提炼而非堆积，他的判断来自沉静而非喧嚣，他的成果是水到渠成而非强求博取。这其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我们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人？是那种永远在路上追逐目标的人，还是能够在心中建构秩序、洞察全局的人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2选1问题。真正的智慧是在动与静之间找到张力的平衡，在近与止之间寻求通达的节奏。而要达到这种智慧状态，第48章将带我们进一步走向无为的核心实践。在那里，老子将提出另一种看似矛盾却深具启发的理念：简而又简，以至于无为。我们将在下章看到，这种简并不是削弱，而是一种真正的强大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
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